好，行政院長不附屬立法院3讀通過的法案。我剛剛去查了一下，我們的憲法是民國36年1月1號憲法本文通過了。後來當然在理人會上又有這個增修條文啊等等一大堆，沒有一個行政院長敢。從大陸時代到台灣時代，沒有一個行政，包括這個陳水扁，包括這個蔡英文，都不敢說立法院3讀通過法案，行政院長敢不附屬的。而且你仔細看憲法，所以行政院長附屬這個權利在總統那個項目下面，是節制總統，所以他基本上是節制總統的權利，不是來對付立法院。現在搞得變成來對付立法院，所以而且他說可能是違憲。違憲不違憲是你行政院解釋的嗎？也不是可能不可能，他就是要違憲的話才能那個。就你沒有權利解釋，根本不是你能解釋的嘛。对啊，对不对？美國川普那麼阿爸，法院的最高法院的這個裁決，他是要聽的，他敢去抵抗嗎？他不敢了。那所以呢，行政院昨天晚上說這個廣播電視法又不通過，那主要原因他的理由啦是說，因為之前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它就沒有這個附屬所以呢廣播電視法也不附屬，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否則它就變成一個法就好了。第一個是不一樣，這是廣播電視是衛星廣播電視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第二個，的確衛星廣電法那時候很多國民黨的委員是希望能夠護航中天，讓中天復播，所以裡面有很多條款都在講中天。但是後來呢，到了廣播電視法，大家也知道了，所以就沒有再提中天了，廣播就歸廣播電視，其實內容是不一樣的，它還是這樣就不附屬那有8個法案都不附屬。我倒不關心個別法案，就是你這個不對，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你行政院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呢？那行政院長說，黨政軍媒體監理應該一致，所以不附屬廣播電視法那另外呢，翁小玲說，中台又不附屬法律，4家電視台，包括三立、民視、年代、鏡新聞，他也說這是親綠的媒體不要欺善怕惡，你們都不敢批評嗎？而且這跟你們也有關係啊，不是沒關係啊卓榮泰說，如果我沒有否決權的話，國教就變成在野獨裁。那你現在是執政獨裁啊？執政就可以獨裁嗎？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平衡、制衡的原則。所以立法院就行政院長可以制衡總統，立法院可以制衡行政院，它是一個制衡的關係嘛，對吧？你不准這個立法院然後這個3讀法律你可以不通過，然後呢，你說怕在野獨裁，行政可以獨裁嗎？行政更可怕。你不要忘了希特勒那個時候，他是拿90%的選票當選的，然後會變成怎麼樣？納粹變成怎麼樣子啊？所以呢，這個行政院變成附屬權，變他的檔案，把他不高興的案子擋住的利器哈。所以黃國昌說，卓榮泰在憲政史上留下不堪的一頁，將來人民會用選票回應。我也認為，的確你這些卓榮泰也就算了，還幫他想出點子，這些學者。這些政務委員，你們遺臭萬年。我告訴你，將來在大學，你怎麼樣對你法律系的學生交代，政治系學生交代？你怎麼樣跟他講老師是怎麼主張的？被學生笑死所以呢，這個42.2%民眾認同卓榮泰就該附屬執行3讀修正過的法案那另外呢，這個有一個台灣民心調查了，說呢，這個45.9%認為贊成應該倒閣，不贊成只有31%，所以民眾也覺得說這個行政院實在是不行了。不過呢，賴清德的施政滿意度提高了，所以有人問說為什麼？是不是要發1萬塊？差很多賴清德原來只有44%認為他好，現在突然變成51.4%，超過一半了。原來47.6%認為他不好，突然呢現在變成只有42.3%。我們看一下。繼先前立法院長韓國瑜跟行政院長卓榮泰先前是因為不附屬的問題，所以雙方在臉書上筆戰。如今立法院日前3讀修正通過的廣播電視法，行政院再度指出了修法所設黨政軍條款跟裁罰對象規定，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先前不予附屬的衛星廣播電視法還有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相類。為了避免法律公布施行之後產生的執法爭議，卓榮泰決定不附屬廣播電視法的修法。
而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也說了，這一次的修法，因為認為說後續公布實行之後可能會產生執法爭議之外，也擔心會有違憲的疑慮，因此這一次廣播電視法3讀條文就不予附屬。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這已經是卓榮泰院長第5度不附屬立法院3讀修正通過的法案，目前已經有8個案子，包括財劃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還有黨產條例、微型廣播電視法、立法院組織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先前的台灣兒少前長及未來賬戶條例。我先講，我覺得啦哈，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不附屬的事情討論蠻多次，我覺得大概不附屬這件事情就是只有0次跟無限次了哈。因為當這個案例開之後，其實按照現在這個在立法院這樣惡鬥的情況來說，我是認為就是說，在接下來通過的法案，只要在野黨他不去提出倒閣，實際上就是等於是有點讓我們現在的閣揆他可以決定，就是說我繼續用不附屬的方式來維持這個僵局哈。倒閣他也可以，所以我才說這就是0次跟無限次嘛，除非是你是動用這個大絕招，不然說實在對他來講，他現在已經7個案子、8個案子，到後面他12個案子，他有什麼差別呢？所以我覺得解鈴還須繫鈴人哈。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開始？當然是從憲法的這個訴訟法開始，去有很多對立的這個對抗的這個狀態。那到現在，我覺得已經變成這個僵局，最後到底要怎麼解決？或許就是說，是不是有新的閣揆出來之後，他用別的方式來做溝通？因為我剛剛說實在，我聽這麼多委員在批評這個卓院長的這個情況，現在大概是已經覆水難收。你說啊，卓院長在任內他還能夠去恢復這樣的情況，我自己是認為是蠻困難。但就我們自己地方議員的角度來看，的確就很多案子，因為畢竟現在來講，我們過去期待的憲法正常運作的這些機制看起來都不存在的時候，所有的人去討論憲法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回到那個根本，就是憲法法庭就根本就不在運作嘛。不在運作的時候，誰去判定這個憲法法庭是可行的、不可行的？中間大法官自己已經有一段時間的這個辯論。現在持續的案件，我也要就必須講哈，在憲法法庭這個等於是被沒有運作的情況之下，當初停下來的案子，就是說不涉及到說我們政治一般性的法案的之外，民眾的這種所謂提出的憲法法庭案子也很多了哈。所以我認為或許是到現在能夠真正唯一解決方法，就是回到當初憲法法庭這個被憲法訴訟法被修改的情況，卻是不是重新檢討這個案子是不是繼續要這樣來進行了？他這不只是大法官，包括 NCC 委員，包括監察委員，對不对？你今天在立法院，你民進黨的席次不到過半，你跟在野党必須要協商嘛。美國那麼厲害，美國的大法官一般是9個人啊，這次比較特別，通常大概5個保守派、4個自由派，或者是5個自由派、4個保守派，就是兩邊的立場不會差太遠。那你民進黨提名都是親綠的，在野黨他白選了，他立法院佔多數，他就通通過你啊，不可能嘛？你 NCC 委員也好，監察委員也好，大法官都是這樣，就是賴清德這個個性真是千古以來沒有見過。你陳水扁的時候還知道用唐飛當行政院長，沒有辦法，立法院是這個情況嘛？如果立法院你民進黨佔多數，沒話講，隨便你要幹嘛，完全執政。但立法院現在就是這樣子啊，而且你賴清德是得了便宜啊，你40%為什麼能當總統？就是因為情況是這樣嘛。那你當40%當總統當得很高興，然後立法院你不夠這個過半數，就不能夠協商一下，不能夠妥協一下，大家來你也提人，我也提人，大家來討論一下，然後找一些比較中性的，沒有那麼政黨立場的來做，不可以嗎？你跟他協商過嗎？討論過嗎？溝通過嗎？來，我看。立法院是我們國家最高的民意機構，所以立法院3讀通過的預算案跟法律案，基本上呢送到了行政院跟總統府之後，總統根據憲法的第37條跟72條10天之內就應該要公布那個法律。現在目前有超過5個以上的法律案沒有公布，那按照流程該怎麼做？如果行政院認為我窒礙難行，他應該要送回立法院提一個復議，就請立法院再一次裁決。過去有過，那因為現在262席，所以失敗。他一送再送，卓榮泰院長他也不想送了，他直接去調到剛剛我們所講的，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我們憲法37條的這個那文字非常的清楚，但是解讀呢各有不同。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長之附屬。所以行政院長基本上過往有沒有人不附屬過？沒有。只有一次，就是李登輝總統他要任命蔣仲林的那個就是人事案的時候，郝柏村院長他揚言說你要送我就不附屬，後來有沒有？不了了之，所以他也沒有真的不附屬，他只是揚言不附屬。好，那所以前情是這樣，那現在已經好幾個案子啦。那剛剛秉祐也講說，可能後面還會繼續有啊。那我們就必須要認知一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啦立法院現在目前藍綠非常的對立，可是實質上也是經過去年的大罷免嘛，大罷免最後也失敗了。所以民意告訴大家，現在目前的62席的藍白，就是此刻我們按照我們所有的
制度設計之下的結果。如果你覺得現在立法院的立委所通過的法律案、預算案，你都覺得讓你很受不了的話，那你就2028投票的時候換一個新的民意出來。或許覺得很受不了的人才是少數，最後投出来還是藍白過多數，那就沒辦法。那現在这個做法就是，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這個憲法的第37條裡面，它到底有沒有賦予行政院長可以不附屬？那卓榮泰院長覺得可以，有很多法律專家就覺得不可以。第二個就是剛剛秉祐所說的，那立法院可不可以去送那個憲法法庭？可是憲法法庭他現在說恢復運作，可是他在人數上其實又不足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其實就會卡在這個地方。那有一點白羊黑羊在這個高山的獨木橋上，他不是說一個人退了一個人去走，我現在是要撞到以後看哪一個人掉下來，所以最後就只能是用民意來做決定。我是覺得啦哈，我也公開跟大家，因為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並不支持一直不附屬。因為即使行政院覺得窒礙難行，你可以告訴大家為什麼，你不會那麼多案子都不行吧？第二個，現在的立法院的哪一些的東西，民進黨的行政院長跟民進黨總統覺得不行，那就跟民眾訴諸說，希望以後下一次讓民進黨的國會過半，就不要讓這個法律或是把它修回來。此刻按照我們的國家制度設計的話，我認為還是應該附屬。就是本來立法院行政院長不附屬，我認為是平衡總統的，沒有說對於立法院。剛暐瀚講的嘛，你只有送回復議嘛。復議如果說這個以前是說2/3維持原決議，你只有接受或辭職，現在沒有要你辭職了，就是說如果超過一半認為要維持原決議，你就只有執行，只有這樣子。憲法規定很清楚啊，憲法有加一條說，如果行政院長不爽的話，行政院可以不附屬立法院3讀通過法案嗎？法律是明定的，沒有你自己就亂解釋一通，亂這個去這個。加上你自己的解釋，亂搞一通，法律可以這樣子嗎？憲法可以這樣子嗎？全世界我告訴你，沒有一個國家敢這樣做，只有你這個卓榮泰敢。但你是卓榮泰嗎？你後面沒有賴清德嗎？沒有賴清德在後面支持你嗎？休息再回來。盧秀燕證實說，藍軍在整合當中，所以呢目標是希望2028年重返執政啊。那另外呢，那為什麼盧秀燕出來講這話呢？他說我是比較資深的，因為呢你看看六都市長，對不對？台北市蔣萬安1任哦，然後呢新北侯友宜是任滿了，不過選過了哦。桃園張善政是1任哦，那台中呢盧秀燕他算是2任。所以呢，基本上他直轄市長算是做完了。那高雄、這個台南是民進黨啊，所以他說我是比較資深的，所以呢會繼續擴大整合啊。那另外呢，蔣萬安也講嘛，他說我是力拼連任。對蔣萬安來講，現在就是希望在這個台北市的連任啊，能夠拿到好的成績。那另外呢，沈伯洋就嗆蔣萬安，他說你是用744萬去搞一個陽傘哦。這個疑點重重，要討論市政可以啊，對不對？那蔣萬安說，我每天都向媒體報告我的這個市政的施政啊，哦，所以沈伯洋就那我們來辯論啊，啊，那另外呢，指南宮哦，昨天我突然看到指南宮，哇，指南宮是很重要的這個宗教的這個地方哈，它的凌霄寶殿火災哦，所以呢，主委說賴清德、卓榮泰也有打電話去關心。那蔣萬安呢說他會陪同指南宮一路到復原重建那一天，而且呢市政府的1級市政府成立一個單一窗口來協助指南宮的重建，因為重建了很麻煩的，將來還有執照啊等等一堆問題哈。那他的凌霄寶殿一夕就燒黑了哦，所以呢沈伯洋說應該用生態系修復，因為跟那附近的環境啊應該生態應該融合。那另外呢指南宮被火燒了，賴清德、蔣萬安、沈伯洋7月曾經在那個地方同台哦，那另外呢，現在沈伯洋說他勤跑基層，蔣萬安就打政策牌，我們看一下。在現場拉起黃色封鎖線，經歷過前一天的大火，指南宮的凌霄寶殿變得一片狼藉，也失去原有的鮮豔色彩。台北市長蔣萬安一早取消市政會議，親自視察指南宮後續的整體復原重建。台北市政府從今天開始，從協助清理後續的火調，一路到復原重建，
我們會陪着指南宮一路到重建的那一天。作為政大校友，蔣萬安全力要來修復指南宮，因為指南宮是不分藍綠的重要信仰中心。我在念政大的時候，當然常常來指南宮，這邊也確實承載很多我念書求學的回憶。我相信許多的市民朋友以及很多的信眾，也都時常來這邊尋求心中的慰藉。現在第一時間除了這一個場所的這個注意之外，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看中央能夠做什麼事情。那現在來講，比如說文化部能不能夠做一些相關的專案，然後呢，趕快讓這樣的一個信仰能夠重新的修復。綠營要選市長的沈伯洋在第一時間也致電指南宮主委表達關心。不過與此同時，沈伯洋持續在選戰做布局。你的市長沈伯洋。手提木款小物和帆布袋，肩膀上還有奔奔、抱抱布偶。沈伯洋左右兩邊就是這一次公布發言人蔡宜凱與林玉彤，平均只有27歲，都身穿最新的洋流 T 恤，擴大宣傳。我們要做什麼才可以獲得這些這麼可愛的小東西呢？要怎麼獲得？要到我們的官網那希望呢能夠支持我們。指南宮發生火警，蔣萬安親赴現場，期望後續修復順利。沈伯洋雖然也關心，但肩膀上輕盈許多。小新，首先談一下，就是說盧秀燕、韓國瑜跟蔣萬安3個人，那他們这個結盟的這個新聞。那就我的了解呢，確實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說呢，大家要用合作的方式去取代廝殺。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是過去韓國瑜院長他講過一個螃蟹的故事，就是說他在看到小攤販上面在賣螃蟹，那有一隻螃蟹在往上爬的時候，其他的螃蟹呢是把它拉下來，這也是國民黨，它也隱喻國民黨的這個傳統的弊病哦。那確實也是我們要面對。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卓榮泰有多不好，然後呢，這個行政院不附屬，然後賴清德怎麼樣，其實它的根源到底了，都還是2028年民眾要用手中的選票，然後呢去政黨輪替嘛，這也是我們的目標。但如果說我們自己人裡面被人家去見縫插針、被分化，大家能夠合作的卻被打成一個競爭關係，甚至假如說成真的話，那對於總體的大局、大的目標跟方向是不利的。所以在這裡呢，也要跟我們的支持者喊話，就是說無論如何，我們看到了對於政府的各種不滿，最重要的還是大家手上的這張選票。所以我想這個3個人能夠結盟也好，合作也好，這都讓我們自己本身，包含我自己是立委，我覺得心也比較放下，就不用說很憂慮，說會不會過去的歷史重演等等。好，那再來談到就是指南宮的這個事情，我自己鳳馨姐是你都是政大的嘛，就都在政大旁邊，所以過去也經常會到這個指南宮這邊參拜等等的，這確實是台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信仰中心。昨天突然有這樣的大火，大家看到都覺得非常意外。那現在重點就在於整個後續的這個重建。那我想無論你有沒有參選，大家一定只要為了台北市好，都是希望用最大的努力能夠讓它去復原。好，那至於說呢，這個是什麼生不生態系的修復我覺得那個都無所謂。好，能夠修好最重要不會因為你多加3個字就比較厲害，沒有，反正呢我們就是盡一切的可能讓它能夠復原。好，那接下來這個到了台北市的這個藍綠攻防裡面，我覺得蔣萬安市長他還是用穩紮穩打以及他的這個施政優勢上面呢，那我認為台北市的市民就算不見，因為其實經過包含大罷免民眾對於這個接聽民調電話，還包含是各種綠營的這個，就民眾感覺有很多種司法追殺。他們現在很多民眾不喜歡藍營的不喜歡接民調電話，他覺得你是不是要去調查我的政黨傾向，然後後續會不會對我有什麼樣的不利？所以像我自己很多的選民朋友，他們就是不太喜歡接這個電話，但是始終要保持一個信心，就是說，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像台北市長蔣萬安，他在他的任內有為有守輝達也做了，大巨蛋也營運了，然後很多的一些比如說親子的政策這些年輕的爸媽、社會住宅等等，一步一步做，這些努力跟付出，民眾是有智慧能夠看到。我始終相信這件事。那鳳馨，指南宮有什麼難忘的記憶嗎？指南宮我沒有跟我先生一起去爬過指南宮，不敢去。要去的話都是自己單獨去，因為傳言說如果情侶一起上去的話，然後就反而會被呂洞賓拆散。真的？好，對。那當然，這都是我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呢傳言。其實呢，它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啊。談古蹟我還不敢說，但是它絕對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那重要的文化資產的修復，絕對就是用
文化資產的角度，然後盡可能的復原到它文化資產當中所存在的最重要的價值。2019年巴黎聖母院大火，那個時候其實它就已經展現出，我想巴黎已經示範了一次什麼叫做重要文化資產的修復，你盡可能修復到，然後讓這個所有跟宗教有關的記憶能夠恢復到完整的面貌，這一點才是重點。所以那這裡面有很多細節啦，這裡面細節都包括了就是不要講資金，我覺得資金反而是其次的，資金當然很重要，但那反而是其次的，包括公法，然後還有包括了怎麼樣去尋找到對的人，然後這裡面當然包括了市政府當中有一些法規上面怎麼樣盡可能的放寬，其實這都非常的重要。我剛剛提到了就是盧秀燕、韓國瑜跟蔣萬安的這一個要團結這件事情，其實我對這三個人其實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我覺得這三個人在大的格局上面呢，不會有太大的紛爭，他們很清楚。我覺得2028年希望重返執政，這個是對的。可是我們今天呢，台灣的困境是什麼？台灣的困境不是什麼在野獨裁，也不是什麼執政獨裁。台灣今天的困境就是少數獨裁。我們說少數服從多數，但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少數掌握了權力之後，全面性的拒絕多數。其實我們的憲法當中的修正啊，它實際上有很多的階段。原本其實我們比較傾向內閣制，後來又修到了比較偏向雙首長制。雙首長制就是總統有背後的民意，那麼行政院長背後的民意是什麼呢？行政院長背後的民意就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多數同意。但我們取消掉了立法院的多數同意之後，其實第一位的少數總統是陳水扁。他還努力的希望能夠看能不能夠在立法院爭取多數，因為他知道在立法院的多數才是施政最堅實的基礎，終究這符合民意。但是我們現在呢，我們第一次碰到因為少數而取得執政權，但堅持不認自己是少數這件事情。賴清德跟卓榮泰所展現的就是少數獨裁。附屬權為什麼是變成是行政院長去節制總統？當初憲法為什麼這樣修正？就是因為行政院長背後是有民意基礎，可是卓榮泰現在背後一點民意基礎都沒有，可是他要去對抗的是立法院的多數民意，這才是今天台灣的所有的困境。而且這個困境倒閣能解決嗎？不能解決，因為賴清德換了一個行政院長，他可以繼續耍無賴，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來少數獨裁。所以我這邊提一點，我們要回到那個多數執政的那一條正軌，不是只有藍營的要團結，你真的必須要尋求的是多數。那個超過50%的多數，藍白的合作還是很重要的。基本上不是只有這個卓榮泰，賴清德是40%當選的總統。對呀，那你立法院藍白加起來是超過60%，你40中怎麼對抗60%的立法院呢？你想想這也不對嘛。你應該很謙虛的知道說，我因為只有40%我當選了，刀天之幸也好，刀這個制度的這個對我好也好，那我對立法院的多數的立委就必須要尊重嘛，要設法來尋求合作，來妥協，來溝通，而不是我40%我當選了，然後對60%的立法院我可以不理，我可以這個不附屬你們的這個3讀通過法案，天下可以有這樣的事情，天下都沒有這樣的事情。休息下來再回來，全世界。好，陳信宇好幾天了，這個說趙建銘呢，趙建銘今天突然也回擊了啊。那第一個呢，趙建銘說大家好聚好散嘛，既然已經離婚了，就放過彼此了而且不需要用醜化我來墊高你嘛他說這個因為大家關心幾件事了，第一個就是6000萬當時診所的貸款，他說雖然是當時陳信宇買的在他名下，但離婚之前本人已經被迫全數還清了嘛，所以並沒有說財產是我的，陳信宇去這個還貸款，沒有這個事情。而且他說陳信宇只有付頭期款，後面大部分的錢都是我付的，那另外呢是這個陳信宇說自己是被逼離婚，那說陳信宇被逼離婚了，他說因為是家務事，我就不講了。但是呢，我對陳信宇的講法感到很遺憾，他說婚都離了，請放過自己。
也放過別人啊。那另外呢，這個他說呢，一直放話不好，這趙建銘說哦，好聚好散，一直放話不好，每天透過鏡頭一直在放話，我覺得這樣不好啊。那另外呢，這個陳信宇很心酸，他說我其實比這個許千千還愛趙建銘哦，所以呢，他說趙建銘呢對他冷暴力2年，我都快瘋了。我覺得我比許千千對還愛他，許千千都去嫁別人了嘛，對不對？他根本沒有愛他啊，或是愛也沒有那麼愛啊。那這個他說日前律師問過陳信宇說，你對趙建銘還有愛嗎？陳信宇說還有啊，我還有愛啊。那另外呢，這個趙建銘因為有說的，他說他曾經對許千千有好感啦，因為這個，但是趙建銘說是很久以前的事嘛。陳信宇一聽到這個話，還有曾經有好感，就這個這個字就出來了，他自己在承認了。之前呢是許千千在講，你現在看趙建銘自己都講了，你不氣嗎？還說我逼他離婚，到底誰逼誰啊？我都快瘋了我當時當然是想結束啊，對不對？那不然怎樣？我還要挽留他嗎？陳信宇說，我聽他講話真的會中風這個沒關係了，就他被逼了，因為趙建銘說他被逼離婚的所以就他被逼好了意思就是說什麼他被逼我都快昏了，被冷暴力2年了那陳信宇說，如果他當時從監獄出來以後，只要對我好一點我都不會提離婚。所以呢，他認為趙建銘現在是鬼話連篇。我們看一下，都離了，請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不用醜化別人來墊高自己，畢竟我也是小孩的父親。趙建銘現身反擊，他說自己是被迫簽字離婚。我其實是他們主動提出要離婚的，對，所以我就是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因為當初逼着我這樣子，他現在又這樣講，我也是覺得很奇怪這樣。公開離婚內幕，至於許姓護理師趙建銘坦承過去確實有好感。所以許千千是在我沒有追啦，你不要亂講啊！對啦，有好感是很久以前的。对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啦。对啊，他跟我，然後他跟我說他有男朋友，我們就对啊，就這樣而已啊。更向陳信宇喊話，希望好聚好散。我覺得就是好聚好散嘛，对啊，那大家把自己的生活過好，這樣就好了，對啊，不用這樣每天這樣子，然後透過鏡頭看這樣一直在放話，我覺得這樣不好啊。他搞成這樣，要怎麼好聚好散？他如果要好聚好散，他當初他關出來的時候，他但凡對我好1分，跟我多講幾句，我都不可能想要離婚。他冷暴力我2年啊，我快瘋掉啦！我當然我想結束啊，不然我是很想挽留他啊。越講越心酸，陳信宇也接受訪問，反駁趙建銘說法。好啦，沒關係啊，就怕被逼啦。你們我現在真的我聽他講話會中風。趙醫師說他有承認過追過許千千，你的看法是？那之前許千千講了，你現在聽你不會更氣嗎？好，他自己也承認啦，然後說我逼他離婚，那到底誰逼誰啊？聽到趙建銘親口坦承對護理師曾有好感，忍不住爆粗口飆髒話。陳信宇也強調，趙建銘提及的內容已經觸及離婚協議書，會搜集證據提告。你看這個事情呢，我們上禮拜2就在談了。我記得鳳青姐那時候還講說，勸陳信宇放下。沒有，我先講說你要清楚你的目標，你的目標達成作為你的最重要的目的，其他的部分放下。你覺得他目標是什麼？我覺得我上禮拜就跟鳳姐講嘛，剛剛廣告時我們還在講，其實每個人可能個性不一樣，鳳姐可能很有想法，我今天要達成什麼目標，然後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說什麼話。但從這段時間以來我覺得陳信宇就是想要把他這幾年，甚至是20年來的委屈，就是一吐為快，就這麼簡單而已。那至於後續會怎麼樣，可能沒有在計算的觀眾朋友，因為現在已經發展成這樣這個第一駙馬、第一家庭、前第一千金，那現在已經離婚狀態之下的時候，這個戲沒有辦法收捧。幾個點我又很快的用條列式的觀眾朋友一起來看就知道。第一個，趙建銘醫師今天出來跟大家說明他的委屈等等等等嘛他到底可不可以說？他去越南回來的，在機場現場不是發了那個對不對？1人1張第8條注意看有沒有？手比這樣嗎？那你前2天說不能講今天又說記者來一起來講，我在新榮醫院講，奇怪，那你前幾天為什麼不講？所以到底是能講還是不能講？第二個，
我看到這個媒體，因為大家都有各自要去各顯神通去追什麼扁家有人等等了哈。信誓旦旦哈，就是告訴大家說是6條，不是8條。那我又不懂了，到底是哪一份？然後就有時候8條是初考，後來變6條。好，第3，2300萬的教育基金。那因為這個陳信宇的3個小孩哈，趙一安、趙一婷哈，那他們這樣子3個在美國念書。老二趙一婷有寫他的那個簡訊去給阿嬤哈，阿嬤說為什麼爸爸還要再去給已經結婚的人？跟爸爸要買名牌包，要 iPhone，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但是這個是趙建銘跟陳信宇的2兒子講的嘛，跟阿嬤抱怨嘛，怎麼都這樣呢？對不對？那這個看起來很不可思議啊！因為如果你已經結婚了，你還去跟你診所裡面的醫師講說買 iPhone 買名牌包，可是觀眾朋友必須了解哈，這個並不是已經確定，而是說小孩子印象中是這樣，所以他跟阿嬤抱怨。第3，小朋友還講說，他們薪水那麼高，我們3個人在美國吃穿用度都要這個盡量節省。我們3個在美國的開銷還比他的薪水1個月少，所以今天其實剛剛這導播沒有辦法放到所有的這個訪問影片啊。有問他說薪水怎麼那麼高？他說1個月10幾萬的也不只是他啦哈。那真的蠻高的哈。OK， 好，第4，2300萬的基金是我們現在目前討論錢的部分，還有一個6000萬嘛。好，那我先講2300萬，2300萬的教育基金這一部分哈。因為陳信宇有在這個剛剛的訪問當中，一樣我們來不及剪不出來哈。他有講說，我大兒子昨天跟他講1個小時的電話啦。當初為什麼要去存這個2300萬基金給趙建銘去使用，就是因為陳信宇說我只會定存，那你只會定存，這個獲利太低了，所以交給先生，當時還沒離婚嘛去做投資。那大兒子問爸爸，陳信宇有這個質疑啦，2300萬，那你是買 ETF 嗎？還是去做什麼投資？你現在要還回來，不應該是2300萬啊？他還講了一個 ETF 什麼0050，我該問風清姐，因為這我不懂。對啊，0050說已經翻倍了，跟全職有關。對，那如果是这樣的話，你2300跑去翻倍了以後，你是不是應該？所以其實錢的問題也是其中一個問題哦。有沒有獲利？有獲利就不應該把本金還回，你要把獲利的部分也應該拆一半或多少。第5，6000萬元的那個這個診所的錢是今天趙建銘要跟社會澄清的重點。他說沒有錯。頭期款是陳信宇出的，可是後來貸款人是他，可是繳款人是我啊，每個月都是我在繳的啊。好，那你要把陳信宇之前的說法都在一起哈。陳信宇那頭款到底是多少？我看到週刊裡面寫是2000萬，所以這個房子的頭款2000萬，陳信宇已經付掉了，對不對？好，那如果榮獲後面的每一期的這個貸款都是趙建銘把它付完，那就是2000、4000嘛。那對陳信宇來講，這個房子有1/3是我出的，可是現在因為贈與你了嘛，我已經給先生，我已經贈與他了。那離婚了以後，我不能分回一半，我至少要分回1000萬吧，因為我曾經出了1000嘛，所以他會覺得不公平。好，接下來往上走哈，就是今天可能讓陳信宇我们剛剛必須消音的那一句啦。其實反反复复他的講法有點不太一樣，一開始是說之前有好感，然後後來記者問他說你什麼時候追，他就趕快很警覺說我不是追啊，我只是有好感，他就知道了。可是對陳信宇來說就是在婚內狀況的時候。先生對其他的女性有好感這件事情，然後他也真實遇到了，趙建銘醫師他在出於2023年回來以後，這3年他說2年多的冷暴力，他有講很細啊。他說醫院每天看診完以後也沒有回家，到半夜12點才回來。那我問他你去哪裡那麼久？因為他懷疑會爬樓上去嘛。那今天趙建銘醫師有強調我從來沒有上去過5樓，好，所以我都沒有上去過。他的懷疑是錯的，他以為我幹嘛跑去別人女生那邊沒有。那可是我問他去哪裡，他說什麼，他都不回答我，連頭都不看我一眼哈。好，最後1萬塊的那個租金，好，就是趙建銘醫師認為說就是這樣嘛。陳信宇今天也剛跟所有大台南地區人講說，趕快去那個房子70坪才1萬塊，趕快去找他租。好，不過因為趙建銘有說他還要幫他什麼這個打掃啦，做其他的事情等等啦，來分析，那也很不合理。言多必失哦。好，那趙建銘當然是有反駁的他自己的這個權利沒有錯，可是呢，說多了都是會有問題的。我還是說我是站在陳信宇這邊，雖然我會覺得我會建議陳信宇。開始必須要少回應感情的部分，然後呢，認真的把子女的教育經費爭取回來。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其他的部分，趙志明就讓他自己好自為之。但我還是站在陳信宇這一邊啊。那我先講幾個不合理的事情。第一個就是，我想一般民眾或者一般女性可能聽到說啊，他以前很久以前啊，對許芊芊有好感。那個很久，他離婚也不過就1年的事情。
那很久以前，那許千千結婚呢，是她出獄之前就已經離婚了，或2023就已經結婚了，所以2023年之前就已經結婚了。所以趙建銘就是在婚姻當中對其他的女性有好感啊，這毫無疑問的啊。所以光這一件事情，你對你的前妻其實就應該要道歉了。我覺得任何人都會覺得，在這種事情上面，這裡感情的事情我們不去論是非，但你至少應該要對你在這個婚姻當中不忠實的這個情況，向你的妻子、你的前妻去道歉。我覺得這毫無疑問啊。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防止自備款的部分。我覺得這一部分呢，也必須說，為什麼說謊不打草稿呢？首先，第一個貸款的自備款啊，因為我們的自備款通常呢，我也不敢講說一定都是，通常自備款至少是3成啊。那6000萬，所以剛剛提到說，有人說這個自備款就是1/3也合理，大概是2000萬。那剩下來的4000萬呢，每一個月，我告訴各位，4000萬每一個月要付的利息費用，然後還有包括了本金攤還。其實都是相當的高的，也大概平均來講，1000萬大概600萬，大概一個月6萬，那4000萬的話呢，大概就是一個月要24萬，所以其實那個也是負擔蠻重的。好，那趙建銘說那都是他付的，他是2021年進入監獄的，2021年10月進入監獄，2023年4月假釋，這個房子是2020年買的，然後2021年過戶給趙建銘的。然後之後你就入獄了，然後接着你要到2023年4月才假釋，這一段期間你要怎麼去付這一些本金攤還呢？我不敢說你一筆都沒有付，但我要說的是，至少有這一段期間長達17個月，你沒有能力來付這一筆錢，除非你的家人幫你付啊。那我覺得，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外人來看的話，子女教育基金無論如何，這應該還給子女，因為子女都已經成年了嘛，啊。至於該怎麼還，是不是按照我們這種指數型基金啊 ，ETF 0050，其實都已經翻倍。其實它指數型基金不限於這個0050啦，還有很多別種的。那不管，就是你拿來投資理財做了什麼？你不需要跟我們交代，然後呢，你這個有賺還是有賠，你也不需要跟我們交代，但你要跟你的兒子們交代。所以，如果你的兒子們接受了，那我覺得旁人都沒話可說。如果你的兒子們到現在你都沒有跟他說清楚，那我覺得你前面是一個對不起前妻的老公，對不起老婆的老公，後面是一個對不起兒子的爸爸。那至於感情上誰愛誰這件事情，陳信宇，我還是那一句話，就是我知道他真的非常的委屈，可是呢，讓自己的情緒在鏡頭面前去呈現，其實最不利的是自己。我為了陳信宇好，我還是真心的建議，把這幾件事情釐清了，其他的事情就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更精彩，就是最好的報復了。休息一會兒。好，趙建銘說呢，陳信宇沒那麼笨，如果貸款沒繳清，他怎麼可能願意離婚？哦，而且呢，說診所貸款都是我在繳。哦，那陳信宇說，你這個已經觸及到罰1億了，已經觸及到離婚的內容了。哦，那趙建銘很怨，說為什麼陳信宇像要毀滅我一樣？為什麼要這樣直球對決啊？所以我被逼得只好直球對決了哈。而且他說2300萬教育基金投資有賺，我只會給更多，不會給更少。那這個陳信宇說，你到意大利玩了200萬先還來，不要嘴巴講哦，能先還。陳信宇說呢，本金標的都不知道哦，兒子跟他對峙，兒子跟我說你到底投資什麼，都講不清楚哦。那另外呢，這個大兒子說跟這個趙一安跟趙建銘講了1個鐘頭電話，說你0050已經翻倍了嘛，要先還來啊，把這先還來啊啊！趙建銘說我已經辦了信用卡副卡給兒子，說你們隨便花。陳信宇說鬼話連篇，老闆的卡你敢亂花嗎？哦，正卡不是我，你敢亂花嗎？那另外呢，這個陳信宇說許千千的薪水比兒子的生活費高，說呢護理師可以領10多萬哦，大家趕快去應徵。這邊護理師待遇很好啊。趙建銘承認說過去對許千千有過好感，
說自己沒有去過5樓，是我媽媽跟他接洽，我沒有到他住的地方去啊。哦，那另外呢，陳信宇說趙建銘手機的桌布都是許芊芊，哦，所以呢，這個會不會覺得很扯啊？哦，那另外呢，這個陳信宇說還好啊，哦，診所有美女啊，所以林志玲很多時候常常在主畫面一樣啊，許芊芊就在趙建銘的手機上啊，哦，而且呢，趙建銘說他跟他弟弟並沒有問題，他被關的時候呢，他弟弟每個禮拜來看他2次，所以他弟弟過世，他是最難過的哦。那另外呢，這個趙建銘說他也沒有把扁家當敵人哦，說陳信宇演得夠久了吧，而且3個小孩都支持我哦，是支持爸爸的哦。那中間當然有5大爭執點啦，教育基金啦啊，然後呢這個貸款啊等等等等哈。陳水扁也回應了，陳水扁說千錯萬錯都是太太的錯。我們看一下，診所6000萬的貸款，雖然是陳醫師名下的貸款，但是離婚前本人已經被迫全數還清。陳醫師很聰明的，他不會錯到想要殺死自己。趙建銘總算出面澄清，強調除了診所的頭期款是陳信宇支付外，其餘6000萬貸款早就被迫還清，認為離婚損失最大的是自己。車款2棟我也付一半，台中的豪宅我也付一半，那結果我都沒有請求分配啊。為什麼都不請求？這個我不方便透露。我覺得我損失的比較多。共同購入的豪宅沒分配，暗示自己付出也很多，更不可能虧待孩子。你給他們的生活費都比給許芊芊的薪水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講，老大跟老二在美國買的車子都是我付的，老大、老二、老三我都各辦1張信用卡副卡給他們。然後爸爸都跟他說，你們盡量刷，只會比2300萬多，不會比2300萬少。承諾孩子的2300萬教育基金會全數歸還，而且只會更多，不會變少。但陳信宇出面反擊，也秀出和2兒子的對話記錄，提問寫給阿嬤的內容是不是 AI 生成？不過兒子反駁，承認是他寫的。他在小孩上面的花費比2300萬還要多。鬼話連篇哎！小孩就是問他說：“好，我們最基本的嘛，你說你代為投資理財，重點你一開始你進去的本金多少？”他說他不知道。然後你現在報酬率多少？不知道。拿去投資個0050，現在翻倍了，那你是不是要還2倍？反控趙建銘把2300萬拿去投資，但投資項目都說不清，更何況是診所的6000萬貸款金流。金流非常的複雜，這不是我現在這裡2分鐘就可以講得完的。那個我如果把明細拿出來攤開，那個可能我們看幾個小時都看不完。他講這他已經觸及那個要罰1億，然後他講的也不是事實，強調一切都不是事實。雙方宣告離婚後，財產也被拿來討論，但感情中誰付出更多，本就不是單靠金錢能夠衡量。朋友。我們俗語常說這個貧賤夫妻百事哀了哈，下一句是什麼？有人知道嗎？而且沒有下一句了，就是因為有錢人的困擾，我們更難想象了哈。剛暐瀚跟他講的時候，我想說，我靠，以我們現在其實這個心境，即便是民意代表從政治工作的人，你去講那個哇，動輒上千萬的事情，其實就我們來講，剛剛琦姐都在休息都談到這個無色公共利益，但大家對這個太有興趣了哈。我覺得其實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然後以前過去或許在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延伸出來的很多這種或許是不當的利益，尤其是趙建銘本身他有牽涉到這個所謂的台開案嘛哈，我覺得大家會對這個很有興趣的原因也是在這裡，就是說好像是從事政治工作有這些在一般人難以想象的這種政治上的紅利了哈，但我必須要說現在是沒有的，我想在場大家應該都很了解了哈，所以希望就是說這我上次也是提到就是說這種案子其實就是給我們自己引以為戒哈，不要再去沾染到類似的事情，尤其是說剛剛提到芊芊，剛才有人傳到手機給我看說芊芊在不同時期的照片這個樣子，我說這個實在是被挖到這樣子，其實本來無色的人其實有時候都蠻無辜的啦，其實應該是不需要再繼續做這麼多討論，但是一樣就是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還有給我們自己從事這個公共事務的人，自己一個警惕。交流。所以我想家務事變成公案，當然就是因為他們是前第一家庭成員啊，準公眾人物啦。那變成公案，這當然很傷嘛，因為兩個人各自各有事業、有商譽啊，包含前面的什麼醫療行為爭議啦、公私不分啊、內部管理不當啊，都會對彼此造成影響。那當然他們的家務事到最後解決的方式不外乎對簿公堂或者是協商解決嘛。那也許這媒體的罵戰啊，這也是過去留下來的習慣啊，對，利用外部的力量想要造成一些影響來改變談判的賽局啊。但我必須要提醒啊，這件事情我們都不是裁判，對不對？但是公共
共事務啊，人民是裁判。那我特別講理財這一段呢，就他們當然很幸福啦，這幾千萬在喊吶。但是我必須要講是台灣未來賬戶啊，我們最近通過這個法案是給大家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方，對不對？當然要投資 ETF， 對不對？通通公開透明，好，政府幫你操盤。這個家長你只要願意加碼，好，這企業甚至願意贊助投資，對不對？大家一起幫未來的孩子存錢，讓現在的年輕的中產家庭比較願意生小孩，對不對？如果大家都把錢往這個兒少未来賬戶裡面放，對不对？也不會衍生這麼多的家庭爭議。那當然，他們很有錢，他們可能不在乎這樣的事情，但是民進黨政府不要剝奪辛辛苦苦中產階級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拜託了。我覺得第一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他們2個或是幾個人之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具體來說，真的只有他們知道。可是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說陳幸妤他有非常多的委屈。我也必須說，從就是說，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趙建銘他在很多地方上確實有他的問題在，好，包含就是說其實。对，離婚也都離了哦，但是你現在跑出來講說去區分說誰的損失比較多哈，那然後呢，你再去談到說你在婚內的時候對其他的女孩子有好感，其實這些東西拿到台面上來講，都是讓2個人再一次的受傷。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沒有必要的事情，對，所以我認為就是說他們2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其實也不知道最後他們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結果，但是呢，變成是說民眾在茶餘飯後的時候，他或許是一種可以去了解公眾人物或是知名人士的隱私，或者是他們平常生活的